只因我给吃不起饭的男工多打了块肉，食堂师傅就举报我作风不正，还说我不配竞聘副主任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。下一刻，新任厂长却当众为我撑腰，你说的那个男工是我儿子。中午，我站在3号窗口，手里攥着大铁勺给工人们打菜。快轮到裁剪车间那个新来的男工时，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叫陆成远，瘦，话少，工装洗得发白，每次来打饭都是一份白饭，一勺素菜，肉菜窗口他从来不看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他把铝饭盒递过来，声音很低，许师傅，一份白饭，一勺白菜。我看见他手背上有几道细口子，像是刚被布料边划的，他脸色也白，嘴唇没什么血色，我心里不太舒服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在裁剪车间干一天，光吃白菜怎么顶得住？我咬白菜的时候，手腕往旁边一带，红烧肉盆边上2块肉就这么落进了他饭盒。陆成远愣住了，他赶紧把饭盒往回缩。许师傅，我没买肉票。我压低声音说，今天肉烧多了，不吃也是剩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旁边忽然响起一声怪笑。哟，许师傅这手抖得可真准啊！我不用回头都知道是谁，马长贵，食堂老掌勺。他嘴臭的全场出名，端着菜盆故意把嗓门扯得很大，别人碗里都是白菜帮子，怎么一到他碗里就抖出2块红烧肉？这话一落，整个食堂先是一静，人群里有人开始笑。我不怕他们说闲话，我怕的是一个饿肚子的人被这群人逼得连饭都不敢吃。陆成远把饭盒往窗口一放，许师傅，这饭我不吃了。我一把按住饭盒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从围裙兜里掏出饭票、菜票、肉票，还有几毛钱，一张一张摆开，米饭钱、菜钱、肉票全在这。今天这顿我许兰香请他吃，不是偷食堂的，不是拿公家的，更不是你马长贵嘴里那些脏事。人群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眼睛都落在那些票上。马长贵脸色难看，他嘴角抽了抽，你有票又怎么样？一个女同志请男工吃饭，说出去也不怕难听。我笑了一声，我怕什么？我手干净，心也干净。倒是你，天天盯着别人饭盒里几块肉，你累不累？人群里有人没忍住，扑哧笑出来。马长贵的脸越来越黑，他一拍菜盆，你们懂什么？食堂有食堂的规矩。我看着他，规矩是让工人吃饱饭的，不是让你拿来糟践人的。这句话说完，后厨里连烧火的赵铁柱都抬起了头。陆成远端着饭盒站在窗口前，很认真地说，谢谢。我没看他吃饭，他端着饭盒走了，我继续打饭。中午过后，小满凑过来小声说，徐姐，今天你太痛快了。我没笑，因为我知道马长贵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果然，下午他一直没干活，一会儿进后厨，一会儿出食堂，手里还拿着一张纸。可小满偷偷告诉我，徐姐，我看见他去办公楼了。我只说让他去。晚上收工，后厨的锅都刷完了，我正准备回宿舍，后勤主任丁福海来了，他把一张纸拍在桌上，兰香，有人举报你。我低头看，上面写着女厨师许兰香长期勾搭男工陆成远，后面还写着私拿食堂肉菜，作风不正，影响恶劣。我的手一下攥紧。丁福海叹了口气，兰香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可这事闹大了不好看，现在最要紧是把风头压下去。这样吧，你先从窗口撤下来，去后厨洗菜，等事情过去再说。中午，我被调去后厨洗菜，3号窗口换成了马长贵，他穿着油亮的围裙，站在我原来的位置，脸上那个得意劲藏都藏不住。我蹲在水池边洗白菜，一筐接一筐，冷水泡的手指发白。马长贵故意端着一盆肉从我身边走过，还把盆往我眼前晃。女人啊，还是别太逞能，锅铲拿不稳，名声也容易掉地上。我没理他，把白菜根狠狠掰下来，扔进筐里。这比挨骂还憋屈。更让我不踏实的是，陆成远也不见了。厂里的同志说他请假回家了，但我知道他也被那些闲言碎语影响到了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食堂后门，心里堵得厉害。我想不懂，在这地方，一个人饿着没人管，有人管了反倒成了错。第二天一早，新厂长上任，食堂也跟着炸了锅。一张通知贴出来了，后勤要设一个副主任，专门管食堂和采购。马长贵也看见了，他站在人群前头，手背在身后，像已经坐上那个位置了。有人打趣他，马师傅，这位置你有戏啊，你在食堂干了10几年，谁还能比你懂？马长贵立刻笑了，那当然，食堂这摊子不是谁都能管的，尤其有些人以为会炒几个菜就能管采购，笑话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朝我这边瞟，我没接话，端着空菜筐转身进后厨。赵铁柱在旁边搬面袋，闷声说，徐姐，你要报名？我抬头看他，你说什么？赵铁柱脸涨红，你要是不报名，马长贵真上去了，咱们以后更没好日子。小满立刻点头，对，徐姐，你得争，咱们都知道你比他强。我把菜刀放下，其实一开始我真没想争，我一个掌勺的，把饭做好就行，什么副主任，什么采购，我嫌麻烦。可这几天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马长贵在窗口一站，工人的饭盒就空了，他少打一勺肉，少舀一勺菜，3000个人就要一起受着。我不争，他就会拿规矩继续压人。我洗了手，去了后勤办公室。丁福海看见我，有点意外，兰香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说报名。他愣住，报什么名？我指了指外面，后勤副主任。丁福海张了张嘴，兰香，这事你可要想好，现在你身上还有风言风语。我问他，举报查出我偷东西了吗？查出我作风不正了吗？他尴尬地咳了一声，没有。我说，那我为什么不能报？丁福海没话了，
他拿出报名表递给我，消息很快传开，许兰香报名了，后厨一下热闹起来。小满高兴的直拍手，徐姐，你要真当上，咱们食堂肯定不一样。赵铁柱也笑了，他平时话少，这回说得很认真，我支持你。竞聘那天，食堂大厅坐满了人，我坐在第2排，身上穿着洗干净的蓝工装。马长贵坐在前排，他特意换了新工装，头发抹得油亮。他走上台，还先清了清嗓子。我在食堂干了10几年，要说谁懂食堂，谁懂规矩，我马长贵不敢说第一，也没人敢说比我强。下面有人鼓了几下掌，他脸上更得意。食堂最怕什么？最怕有人不守规矩，最怕有人拿公家的东西做人情，更怕有人男女关系不清不楚，坏了厂里的风气。这话一出来，大厅里立刻安静，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我。小满坐在后面，气得脸通红，赵铁柱拳头都握起来了。我没动，我倒要听听他还能说出什么。马长贵继续说，要是让我当这个副主任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清掉那些手脚不干净、作风不正的人，不管他会不会炒菜，也不管他平时装得多好，食堂不是他显好心的地方，厂里的肉更不是拿来喂不三不四的男人的。这话太难听，有几个女工皱起眉，工会王大姐脸也沉了。丁福还想打断，又不敢。我站起来刚要开口，食堂大门忽然被推开，所有人都回头看新厂长陆正山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那人一出现，我手指猛地一紧，是陆成远。大厅里一下炸了，有人小声念叨，这不是裁剪车间那个小陆吗？他怎么跟厂长一起来了？马长贵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陆正山直接走到台前，声音不大，但所有人都听得清。马长贵，你刚才说的那个男工是我儿子。整个食堂一下没了声响，连饭盒碰桌子的声音都消失了。马长贵站在台上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，他嘴巴张了张，厂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陆正山看着他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许兰香拿公家的肉喂他，你说他们男女关系不清不楚，现在我人在这里，你再说一遍。马长贵额头上的汗冒了出来，他结结巴巴的，我也是听厂里人说，厂里人说你就能当众糟践一个女同志的名声，你在食堂干了10几年，规矩就学成这样，没人敢接话。陆成远往前走了一步，他看向我，许师傅对不起，我隐瞒了身份，我下车间是我爸安排的，我吃的少也是想看看普通工人能不能吃饱。我愣在原地，脑子里一时转不过来，那个每次只买白饭的男工，那个被人笑话也不还嘴的陆成远，竟是厂长儿子。2个月里主动问过我一句的人只有许师傅，他给我的那几顿饭没有偷拿食堂1块肉。有一次他当众拍下饭票和肉票，我也看见了，他不是作风不正，他只是看不得人饿着干活。这几句话落下来，大厅里不少人低下头，那些以前跟着笑的人这会儿都不说话了。小满眼睛红了，挺直了腰，赵铁柱咧嘴笑了一下。马长贵急了，厂长，就算他是您儿子，也不能说明许兰香适合管食堂啊，她一个女人懂什么采购？陆正山转头看他，你懂？马长贵赶紧接话，我当然懂，我管食堂这么多年，供货商菜价肉价我都熟。陆正山点点头，好，那正好，今天下午食堂要进肉，你说许兰香手脚不干净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到底是谁手脚不干净。马长贵的腿明显晃了一下，我看见了，很多人也看见了。陆正山看向所有人，竞聘先不急着定，食堂不是靠嘴管出来的，谁嫌工人的饭盒会说话？他说完又看向我，许兰香下午你也去。我点头应下去。马长贵还想说什么，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似的，半个字也吐不出来。那天下午肉车刚进厂门，马长贵的脸就白了。我站在食堂后门口，看着那辆3轮车慢慢开过来，车斗上盖着脏帆布，供货商蔡黑子坐在车上，嘴里叼着烟，脸上还是那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。以前他送肉，马长贵都是签个字就让人抬进去，厨房里少了多少肉，工人碗里就少多少肉。今天不一样，陆厂长站在旁边，丁福海站在旁边，工会王大姐也来了，还有几个车间代表，手里端着饭盒，刚吃完午饭就跑来看热闹。马长贵挤到前面，想伸手去拿送货单，厂长食堂忙，我先签了，别耽误晚上备菜。我直接挡在他前面，不用急，今天先称。许兰香，你别没事找事，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收的，这么多年都这么收，所以工人碗里才没肉。这句话一出，旁边几个工人立刻点头附和。蔡黑子把烟一吐，脸沉下来，许师傅是吧？你新来的规矩挺多啊，以前马师傅收货没这么麻烦。我走到墙边，把厂里新买的磅秤推出来，铁轮子压在地上咯吱咯吱响。以前怎么收我不管，从今天开始1斤就是1斤，少1两都不行。蔡黑子笑了一声，你会称吗？别到时候称错了赖我头上。我没跟他吵，让赵铁柱把厂里的砝码搬出来，5斤的、10斤的、20斤的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交称，指针稳稳停住。王大姐开口称没问题。蔡黑子的脸不太好看了，马长贵额头开始冒汗，我看见他悄悄往后退了半步，我指着车斗卸货，赵铁柱带着2个杂工上去，把一闪闪猪肉抬下来，肉放上称，指针往下沉。车间代表拿着单子念，今天送猪肉100斤。我盯着秤盘，第1块、第2块、第3块，所有肉都上称后，指针停住了84斤。周围先是静了一下，接着全炸了锅。有人直接喊出声100斤的单子只有84斤，少了16斤。有人端着饭盒冲上来，怪不得我们肉菜里看不见肉，原来都在路上没了。另一个老工人指着蔡黑子骂，你送的是肉还是送空气？蔡黑子脸黑了，他一拍车斗，你们少胡说，这秤肯定不准。我指着刚才叫过的砝码秤，准不准大家都看见了，你要是不服就再叫一遍。蔡黑子嘴硬，肉上还有水分，搬来搬去有损耗。我冷笑，16斤损耗，你这肉是走路来的还是自己跑丢的？周围一下笑开了，蔡黑子被笑得脸涨成猪肝色。马长贵急忙插嘴，打圆场供货，这是有时候有点出入，厂长这是没必要闹这么大。
我转头看他100斤肉少16斤，较有点出入。3000工人每天都少1口肉，你是不是也说没事？马长贵嘴唇动了动，半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陆厂长一直没说话，这时候他走到秤前，看了一眼单子，又看了一眼肉，他声音不高：马长贵这批货以前是谁验收？马长贵擦着汗，一般都是我。陆厂长又问：每次都称吗？马长贵低下头，有时候忙就不称。我开口不是有时候是从来不称，后厨都知道。小满立刻站出来对以前菜黑子送肉，马师傅只看单子不让我们碰秤。赵铁柱也闷声补充：我搬过货，分量一直不对。马长贵猛地瞪向他们：你们别乱说。王大姐站到小满旁边：今天大家眼睛都看见了。这时围观的工人越来越多，厂区路上挤满了人，有人高声喊查，必须查，我们花票买肉，不能让人这么糊弄。陆厂长当场拍板，马长贵暂停食堂工作，接受厂纪调查，菜黑子也被暂停供货资格。这句话落下，马长贵腿一软，差点扶住菜筐。他急了：厂长，你不能听一个女人的，他就是想抢我的位置，早就看我不顺眼。陆厂长看着他工人的饭盒会说话：今天晚上食堂由许兰香临时负责。我心里一紧，但我没退，我点头应下，行，饭点不能耽误。菜黑子还想闹，保卫科的人已经过来了，他指着我：许兰香，你有种，你今天让我难看，明天我让你1斤肉都买不到。我看着他：你先把今天少的16斤说清楚。他脸一黑，转身就走。那天晚上我接手了整个食堂，库房剩下的食材不多，白菜、粉条、豆腐、萝卜。小满看着我：徐姐做什么？我挽起袖子：白菜炖粉条，肉末豆腐萝卜汤，油别省盐放够，今天让工人吃口热乎的。赵铁柱烧火，小满切菜，我站在大锅前，铁勺一下下翻搅，白菜下锅，粉条吸汤，豆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肉末不多，但我用葱姜炒香，再浇到豆腐上。饭点一到，工人排起长队，有人端着饭盒看了又看。这菜虽然简单，但满满一勺，汤汁也足。一个女工吃了一口，眼睛亮了，这才像人吃的饭。旁边老工人点头，没多少肉，也比以前那烂菜强。我站在窗口，手里的勺不停，第一次觉得这口锅又回到我手里了。第二天上午，竞聘结果出来，我任后勤副主任，主管食堂改革。小满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赵铁柱咧着嘴搬菜筐，丁福海看着我，脸上有点尴尬，也有点松口气。我没空高兴。菜黑子临走前那句话我记得清楚。果然，当天下午，市场那边传来消息，肉铺不卖给清流厂了，菜摊也不接大单了。我站在食堂门口，看着空了一半的菜筐，我知道这才是硬仗的开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钱和采购单去市场。城南菜市场刚开门，小满背着布袋，赵铁柱推着板车，我们3个人刚走进去，肉铺老板就放下肉案上的帘子：老板，今天猪肉什么价？老板头也不抬说没肉。那不是肉。老板脸一沉说是别人订的。小满气得要说话，我伸手拦住了他。我们又去第二家，第二家说肉卖完了，第3家说不做厂里的生意。菜摊更干脆，我们刚问价，摊主就摆手说不卖。我说我们给现钱。摊主看了看周围，压低了声音：徐师傅，不是我不想卖，是有人打过招呼，谁卖给清流厂，以后别想在市场好好摆摊，是不是菜黑子？摊主不敢说，只把菜筐往后拖。你们别问了，我不想惹事。一上午，我们从城南跑到城北，肉没买到，菜也没买到。粮油店一听是清柳服装厂，也说大单接不了。赵铁柱推着空板车，脸憋得通红，说要去找菜黑子。你找他干什么？跟他打一架。赵铁柱不吭声，小满急的眼睛都红了。徐姐，明天3000多号工人吃什么？我没回答，站在市场口看着一排排菜摊，菜就在眼前，可他们不敢卖，这是有人想掐住食堂的脖子。回到厂里，丁福海已经在办公室转了10几圈，一看见我，他赶紧迎上来问：买到了吗？买个屁，全市场都不卖给咱们兰香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明天要是开不了饭，3000多人能把食堂围了。我把采购单摊在桌上，城里不卖，我们就去乡下。去乡下，我指着墙上的地图，菜不是长在菜市场里的，白河乡离这30公里，那边种菜养鸡，我们直接去产地买。丁福海皱眉，这能行吗？以前厂里都是走固定供应，固定供应每次少16斤肉，还要继续固定。丁福海没话了，我继续说，给我1辆车，再批一笔现钱，今天下午出发，明天天亮前必须把菜拉回来。丁福海还是犹豫，说这是得问厂长。没多久，陆厂长就来了，听完情况只问我一句：你有把握吗？我说没有10成把握，但继续坐在这等，连1成都没有。陆厂长点头，厂里就卡车给你，保卫科给你开介绍信，钱按规矩领。我提醒一句，乡下人不欠厂里的，你要买就把账算清楚，不能含糊半分。我说我懂，工人的饭不能欠，农民的钱也不能拖。下午3点，就卡车停在食堂门口，车漆掉了不少，车厢里还沾着泥。司机老刘坐在驾驶室，拍了拍方向盘：徐副主任，这车年纪比我侄子都大，你们坐稳点。小满爬上车，抱着布袋，赵铁柱扛着秤和麻绳码好东西，我拿着介绍信和钱上了副驾驶。车一启动，全食堂的人都出来看。许师傅，我们都靠你了。也有人满脸担心，怕我们空车回来。放心，只要菜还在地里，我就想办法拉回来。车开出厂门，路越来越窄，柏油路变成土路，坑一个接一个，颠的人在座位上直晃。小满坐在后面，被颠得直叫：徐姐，我胃都要颠出来了。赵铁柱扶着秤，让他少说2句，留点力气搬菜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到了白河乡。村口有一棵大树，树下坐着几个老人，他们一听我们是清柳服装厂来的，脸色就变了。有人端着小板凳走了，
有人直接关上了门。大叔，我们想收点菜，现钱当场过秤。一个老汉冷着脸，只吐出2个字：不卖。我问为什么，老汉说你们城里厂子压价拖钱，还嫌我们菜不好，我们小老百姓惹不起。大叔，我们不是那样的厂子。另一个妇女在旁边接话，菜贩子都说了，清流厂现在没人供货，就想来乡下占便宜，收了菜不给钱，让我们找谁去？我一下明白了，菜黑子早来过这里，他知道我们会下乡，所以先搞坏我们名声。大娘，我们秤都带了，钱也带了。妇女摆手，让我们赶紧走，别耽误他们干活。天越来越暗，村里一户户都关上了门。老刘靠在车边小声说：许副主任，去别的村试试。我看着村口那几亩菜地，菜长得好，人却不信我们，不信我们就买不到菜，就得空手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村里突然传来一阵哭喊，一个年轻人跑过来，满头是汗，喊着不好了，老支书家婚宴掌勺师傅摔断腿了，20桌客人马上就到，菜没人做了。村口的人全站起来，有人往里面跑，有人急得拍大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小满看向我，轻轻喊了一声：徐姐。我把袖子一挽，走，做饭去。赵铁柱愣了一下，去哪？我说做饭去。他们不信我说的话，那就让他们先尝尝我做的菜，再做决定。我一进老支书家院子，就看见满地都是菜，鸡鸭已经宰好，鱼在木盆里扑腾，猪肉切了一半。灶台边中年师傅脚踝肿老高，疼得直冒汗，站不起来。院子里站满了人，新娘屋里有人哭，外头20桌客人已经来了大半。老支书急得头发都乱了，连声问谁会做席，谁能顶一顶。没人敢应声。乡下婚宴不是炒一盘菜那么简单，20桌人都等着吃，菜上晚了主人家没面子。我走到老支书面前，开口说：我来。院子里一下安静，所有人都看向我。老支书上下打量我，语气带着怀疑：我是青柳服装厂食堂掌勺的，3000人的饭我都做过，20桌席我能顶。旁边有人小声议论：城里来的女师傅能行吗？我徐姐不行，今天就没人能行了。我没让他多说，看着老支书提条件，我不要工钱，做完席大家听我说几句话就行。老支书咬咬牙，行，你要什么人什么东西直接说。我立刻开始安排，赵铁柱劈柴，烧2口大锅，小满带几个婶子洗菜切菜，手脚麻利点，鱼先杀，鸡剁块，肉分肥瘦分开摆。穿蓝褂子的嫂子帮我把碗盘都摆好。院子里的人愣了一下，很快就动起来。我把围裙一系，站到灶台前掌勺，第一锅先烧红烧肉，肥肉下锅先煸油，瘦肉跟着下，加酱油、糖姜片、葱段，大火翻炒，香味一下冲出来，飘满了整个院子。刚才还怀疑我的几个人都伸长脖子看，这味儿闻着可以啊。我没理会。第2锅做辣子鸡，鸡块过油，辣椒下锅，蒜头拍碎，火一旺，整院子都香。第3锅做鱼汤，鱼两面煎黄，加热水盖上锅盖，汤慢慢变白。小满在旁边切青菜，刀快得很。赵铁柱把柴火烧得旺，汗从脖子往下流。有人递水也顾不上喝，我一边炒一边喊：盘子端过来，红烧肉先上，鱼汤别洒，青菜最后炒，别早下锅。村里的妇女一开始只是帮忙，后来眼神都变了。一个大娘说：这女师傅手脚真快。客人们原本等得不耐烦，菜一上桌声音就小了。红烧肉油亮，鸡块入味，鱼汤热乎，青菜脆生。有人吃了一口立刻喊：老支书，你家这席面找对人了，这城里女师傅厉害。老支书终于松了口气，走到灶边连声说：徐师傅，今天你救了我家脸面，我把最后1锅萝卜烧肉盛出来，先别谢，让客人吃饱再说。2个多小时后，20桌席面稳稳当当上完，新娘家不哭了，新郎也满意，客人吃得热热闹闹，院子里没人再躲着我们，态度都缓和了不少。等最后1桌撤下去，我才洗了手站到院子中间。老支书让人搬来板凳，村民们都围了过来。我把带来的秤和钱袋放在桌上，开口说道：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今天来不是占你们便宜，我们青柳服装厂有3000多工人，以前采购被人糊弄，菜烂肉少，工人花钱吃不好，现在我们想改。我指着秤，从今天起收菜当场过秤，收多少算多少，不给白条，不拖钱，菜贩子给的价我们高1成。有人问：你说话算数吗？我拿出厂里的介绍信，我是清流厂后勤副主任，钱在这里，账本也在这里。你们今天要是不信，可以先少卖试试，1筐白菜也行，10斤鸡蛋也行。我当场结清。一个大娘站出来：那你们以后会不会压价？我说：菜好价钱就按事先说好的给，菜坏我们当面挑出来，绝不背后赖账。你们不缺斤少两，我们就不拖1分钱。老支书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满院子的空盘子，他开口：许师傅今天救了我家的席，他说话我信，我们白河乡的菜可以先卖给清流厂试试。他一表态，村民们就纷纷动了起来，有人回家调白菜，有人提来鸡蛋，有人赶来土鸡，还有人问萝卜要不要，我说要。干豆腐要不要，我说要，只要新鲜食堂都能用。赵铁柱把秤摆好，小满坐在桌边记账，1筐白菜上称38斤，我当场数钱。大娘拿到钱愣了一下，真给现钱。我说好的，绝不打白条。大娘脸上露出笑，那我明天再给你们摘一车。天黑透的时候，就卡车装得满满当当，白菜一筐筐码好，萝卜堆在角落，鸡蛋用稻草垫着，几只土鸡绑着脚，在车上不停扑腾。小满坐在车斗边，兴奋的脸都红了。徐姐，咱们这回可算是赢了。我看着车上的菜，这只是第1车而已，要让工人天天吃好，
后面还得跑很多趟。老支书送我们到村口，许师傅，以后要菜提前捎信。我点头，价钱写清楚，账也写清楚，咱们长久做。卡车开回厂里时，已经快半夜了，厂门口的灯还亮着。我以为食堂没人了，没想到刚到门口，就看见蔡黑子带人堵在那，他抱着胳膊，脸上全是冷笑。许兰香，私自下乡收菜，你胆子不小啊！门卫老周探出头，许副主任，咋办？我说开门。老周看看蔡黑子，又看看我。蔡黑子身后几个人立刻往前堵，谁敢开？我直接走到厂门边，这是清流厂的大门，不是你蔡黑子的门，我们买菜轮不到你管。蔡黑子脸一黑，你少跟我横，没有市场供应，你们厂食堂撑不了3天。我看着他，那你睁大眼看看，我们拉回了什么？我让赵铁柱打开车厢板，一筐筐白菜露出来，叶子新鲜跟带泥，萝卜白胖，鸡蛋整齐，土鸡在车脚扑腾，个个都精神得很。厂门口很快围满了人，下夜班的工人，值班的保卫科，还有宿舍听见动静的女工。小满跳上车，一筐一筐往下递菜，我让人把菜摆食堂门口，不藏也不遮，就摆给大家看。我站在菜筐前放开声音，大家自己看。以前我们花高价买烂菜，白菜外层老帮子里面烂心，萝卜空心，鸡蛋还小。现在同样的钱，我们能买到这些好货，你们说这食堂到底该不该改？一个女工蹲下摸白菜叶，这菜真新鲜。另一个老工人拿起萝卜掂了掂，这才是好菜。有人指着菜黑子骂，你以前送的菜猪都显老。菜黑子脸黑得难看，喊着你们懂什么？乡下菜没捡过，吃坏了肚子谁负责？我说菜好不好，大家眼睛都能看见，钱花了多少，账本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明天食堂门口贴价格，你不服也拉菜来比。菜黑子一下噎住，他哪里敢真的拿来比？以前那些烂菜全是他挑剩下的次货。工人们越骂越凶，保卫科的人也赶了过来。菜黑子见势不对，指着我丢下一句狠话，许兰香，你别得意，这是没完。他说完带人就走，小满冲他背影喊，有本事明天也送好菜来啊！周围一片笑声。那晚食堂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，我们把菜分好，白菜一部分留着明天用，萝卜削皮，鸡蛋清点，土鸡暂时养在后院。赵铁柱累得坐在地上，抱着水缸大口喝水。小满记账记得手酸，不停甩着手腕。我检查完最后一筐菜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第二天中午是我正式接手后的第一顿硬菜，我亲自掌勺，土豆烧鸡块，白菜炖肉片，鸡蛋汤，炒萝卜丝，价格没涨，分量更足。饭点还没到，香味就飘到了厂区路上。车间一下班，工人们跑得比平时都快，窗口前排起长队，有人伸头看，今天真有鸡块。我舀起一勺，有，别挤，一个个来。小满在旁边打汤，赵铁柱负责搬菜盆，丁福海也戴着袖套，在队伍边维持秩序。他以前总怕事，今天居然敢喊，排好队都能吃上。一个女工打到鸡块，愣了一下，许师傅这么多。我说你花了票就该吃到这么多。他端着饭盒走到桌边，吃着吃着眼圈红了，多少年没在厂里吃过这么实在的肉了。旁边几个女工点头，以前肉菜里找肉跟找针似的，今天一勺下去就有，真是太实在了。老工人吃完，端着空饭盒来到窗口，许师傅，明天还按这个标准来吗？我说只要我在，就按这个标准来。他朝我竖了个大拇指，你当副主任，我们服。这一天食堂的剩饭剩菜很少，汤桶见底，菜盆也见底，却没人骂一句。大家吃完把饭盒冲干净，队伍比以前还长。我站在窗口，手腕酸得厉害，心里却踏实。陆成元也是这天中午来的，正常排队打饭，他没有再只买白饭，轮到他时递过饭盒。许师傅，一份鸡块，一份白菜。许师傅看了他一眼，现在舍得吃肉了。他笑了笑，现在不用装了，我给他打了正常分量，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。下午食堂刚收拾完，办公室来了电话。丁福海接完电话，脸色一下就变了。兰香，市供销科来人了。我还没来得及问，食堂门口就走进几个人，领头的中年男人穿白衬衫，夹着公文包。他一进门就板着脸，谁是许兰香？我擦了擦手，我是。他上下打量我是市供销科金科长。谁允许你们绕过统一供应，私自下乡收菜的？食堂里刚才还热闹的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。小满站到我身后，赵铁柱放下了手里的菜筐。我看着金科长，科长来的正好，先看看工人吃的饭。金科长冷笑一声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问责的。金科长一坐下，就先给我扣了一顶大帽子。他说我们扰乱供应秩序，食堂不能想怎么买就怎么买，说今天能私自买菜，明天就能私自定价。办公室里，丁福海坐在旁边，手心直冒汗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金科长，嘴张了几次都没敢说话。我站在桌前，围裙还没解，手上还沾着萝卜味。金科长抬眼看我，许兰香，你是厨师出身吧？我说是。他说厨师就该把菜炒好，供应的事你懂吗？我说我懂得不多，但懂一件事，工人花钱不能吃烂菜。金科长脸色一沉，你这是在跟我讲道理？我说不是大道理，是饭碗里的实在道理。我让小满拿来这几天的采购单，又让赵铁柱取来白河乡收菜的过程记录，还有门口贴的饭菜价格表。我没往他脸上甩，把纸一张张贴在墙上，让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白河乡白菜每斤多少钱，市场就价每斤多少钱，鸡蛋多少个多少钱，土鸡几只多少钱，每笔都有记录，每一笔后面都签着过程人和付款人的名字。金科长，我们没偷没抢，
村里愿卖，厂里愿买，当场过秤，当场给钱，工人吃得好，成本还降了。请问我们到底错在了哪里？这账做的倒是挺漂亮，你可以去白河乡问，也可以问今天吃饭的工人，别拿工人压我。政策不是你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的。以前菜黑子100斤肉送84斤算什么政策？那是供货商个人的问题，个人问题这么多年没人管，我们自己买反倒成问题。办公室里一下安静下来，丁福海低着头，脸都红了。许兰香，你不要太放肆。我不放肆，只是把账都摊开来说，谁觉得不对，大可以一条一条指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陆厂长推门走了进来。陆厂长，你们这位副主任态度有问题。陆厂长没立刻帮我说话，先看了墙上的账，又看了看桌上的记录，然后才开口说话。金科长，清流厂食堂改革是厂里集体决定，有问题我们接受检查，但饭菜好坏不能只坐办公室说。那你想怎么说？去问工人意见，愿不愿意继续这么买菜，让他们自己说了算。这不是在胡闹吗？工人是吃饭的人，他们最有发言权。当天晚上，食堂门口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，工会的人坐在那里，桌上放着纸和印泥，不是逼谁签字，愿意提意见的就自己来。我本以为大家累了一天，不会有多少人来，结果晚饭后，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第一个来的是缝纫车间的女工，写字不快，我们支持许师傅，饭菜好坏嘴知道。第二个是老钳工，不会写太多字，直接按了红手印，谁改回以前谁就是跟我们过不去。后面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写现在菜新鲜分量足，有人写以前肉菜没肉，现在终于能吃到肉了，有人写采购公开透明，我们吃的放心，也有人不会写字，找人代写自己按手印。小满站在旁边数，越数越激动。徐姐，已经500份了，过了会儿到1000了，再过一会儿已经2000份了，3000多人的场子，最后签了2000多份意见。金科长站在办公室窗边看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根本没想到工人会这么齐心站出来。第二天上午，工会把意见送到了会议室，厚一摞纸整整齐齐摆在会议桌上，这就是工人的意见。金科长翻了几页，没再像昨天那样大声，但他还是不肯松口，说工人情绪可以理解，但这种做法市里还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，3天后检查组会来，出了问题你们自己负责。他说完拿起公文包，转身就往外走。许兰香，别以为签名能保你，检查当天你们最好别哭着来找我。我没说话，知道这话不是提醒，是威胁。接下来2天，食堂比往常更忙了，我们照常收菜，照常贴账，照常开饭，可我总觉得有人在暗处盯着我们。第3天晚上出事了，我刚回宿舍，鞋还没脱。徐姐，不好了，后门水管被人拧坏了，柴棚也全被泼湿了，干柴都没法用了。我一下站起身，赵铁柱也从门外跑进来。徐姐，明天检查，水修不好，柴烧不着，咱们中午可能开不了火，做不出饭了。窗外风很冷，厂区的灯一盏盏亮起来。我拿起外套就往外走，小满急的声音发抖。徐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说先去食堂，人没倒，锅就不能凉，饭就不能停。我站在后厨水池前，拧了3下龙头，里面只咳出2滴水，根本供不上做饭。我还没开口，丁福海拿着电话冲进来，兰香，肉车也出事了，半路抛锚送不到了。后厨一下安静下来，水断了，柴湿了，肉也没了。市里检查组马上到，3000工人还等着吃饭，这根本不是意外，是有人算准了饭点，想让我当着全厂和检查组的面丢脸。徐姐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把围裙往腰上一系，人没到锅就不能凉。赵铁柱，你带人去澡堂接水，大小桶脸盆全用上，能装水的全都拿来。小满，你去女工宿舍借煤炉和蜂窝煤，谁家有炉子先登记，下午用完就还回去。丁主任，你去找维修班，现在就修水管，人不够就去车间喊人，多叫几个过来。陆成远正好赶到门口，一听情况立刻开口，我去白河乡找救急。我点头让他骑车去，别等车，告诉老支书，今天食堂救急，有菜送菜，有豆腐送豆腐，有鸡蛋也送鸡蛋，越多越好，账事后算。陆成远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跑了出去。我带着后厨的人把备用大铁锅全搬到空地，没有灶台就用砖头临时垒起来，没有干柴就先用煤炉顶着生火，没有肉就先用豆腐、白菜、粉条、萝卜、鸡蛋做菜。院子里架起一口口大锅，蒸汽渐渐升腾。有人小声问，检查组看见院子做饭会不会说不像样？我说工人吃不上饭，那才叫真的不像样。上午9点，检查组的人准时到了，金科长跟在后面，皮鞋擦得锃亮。他一进食堂，看见后院乱成一片，嘴角压不住笑意。许副主任，你们不是改革先进吗？怎么连一顿正经饭都做不出来？小满气得要冲过去，我伸手拦住了他。金科长，饭点还没到，你想看就站着看。检查组组长头发花白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问我中午几点能开饭，我说12点。他又问你确定？我看了眼大锅，确定。10点一过，工人听说食堂出事，陆续都来了。女工拎着煤炉，男工扛着大大小小的水桶，有人从车间搬桌子，有人蹲在地上洗菜，没人喊口号，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干活。金科长站在旁边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本是来看笑话的，结果看见全场都动了起来。11点，厂门口传来拖拉机声，白河乡的人来了。老支书坐在第一辆拖拉机上，后面跟着3辆车，白菜、萝卜、豆腐、鸡蛋一筐筐往下搬。老支书跳下车就喊，许师傅，我们来了，你给我们公道价，我们不能让你今天丢脸。我没有客套，铁柱卸货。小满，鸡蛋打盆里，
豆腐切块，粉条泡开，锅很快烧起来，白菜下锅，豆腐下锅，粉条下锅，鸡蛋汤一锅接一锅。我站在锅前，汗顺着脸往下流，没烟呛的人眼疼，可铁勺不能停。11点50，第一锅白菜豆腐炖粉条出锅。12点整，窗口打开，3000工人准时吃上了饭，没有大鱼大肉，但每个饭盒里都是满满一勺热菜，鸡蛋汤冒着热气，萝卜烧豆腐也管饱。工人们端着饭盒，当着检查组的面喊：“我们就认许师傅。”谁让许师傅下去？我们不答应。金科长脸色铁青。他还想说这是作秀，话没出口，厂门口又乱了。陆成远带着保卫科把那辆所谓抛锚的肉车开了回来，司机低着头，菜黑子也被带到了现场。车根本没坏，司机收了钱，故意躲在路边。你别乱说，我没骂他，只指着车斗称。检查组亲自看秤，单子上写200斤肉，车上只有157斤，全场炸了，又少43斤。真把工人当傻子啊！金科长彻底不说话了，站在一旁脸色难看。检查组组长当场拍板，清流厂食堂改革不能停，不但不能停，还要作为典型上报市里供货商的问题、相关人员的问题，依法依规处理。菜黑子的脸灰了，金科长低下头，我站在锅台前，手里还握着铁勺。许副主任，你这一锅饭救的不只是清流厂食堂，市里准备让你们做试点，你敢不敢接下这个试点的任务？我看着满院子吃饭的工人，又看着几口冒热气的大锅，敢，只要锅还在，我就敢。检查组走后3天，马长贵彻底栽了。厂里的通报贴在食堂门口，一大早工人围的里3层外3层。马长贵被开除，退赔所有不当所得，涉及违法的部分移交公安处理。菜黑子供货资格被取消，几个黑心菜贩也被查了。金科长被调离岗位，接受调查。小满站在我旁边，把通报从头念到尾，念到马长贵那段，他声音都亮了。徐姐，他终于完了。赵铁柱抱着一筐土豆，闷声说，他早就该完的。我没说痛快话。马长贵不是一天之内突然变坏的，他是看大家忍，看主任怕，看工人忙，才把手伸进饭锅。现在他倒了，但这口锅要想不再被人伸手，就得立规矩。上午，丁福海来找我，站在食堂后门口。兰香，以前我怕事，害你受委屈了，以后你怎么安排，我都配合。丁主任，不是你配合我，是咱们一起管好食堂，你说怎么改，我都认。我把写好的纸拿出来。第一，采购必须2人同行，当场称重。第二，每周饭菜价格和成本贴出来。第三，工人监督小组每天随机看后厨。丁福海看完，点头说，行，就按这个办。我继续安排，小满负责记账，赵铁柱负责跟车压货，你负责监督流程，谁收货谁签字，谁签字谁负责。小满一听眼睛瞪大了，徐姐，我管账，我能行吗？不会就学，你嘴快眼也快，最适合盯账。赵铁柱挠着头问，那我呢？你力气大，人实在，就负责看菜，谁想在路上换筐少斤两，都糊弄不了你。赵铁柱立刻挺直腰，我保证看住。食堂改革正式开始后，我比以前更忙了。以前我只管炒菜，现在早上看采购单，上午盯称重，中午站窗口，下午算成本，晚上听工人意见。食堂门口多了一块黑板，每天写当天的菜单，白菜多少钱1斤，鸡蛋多少钱一个，今天做多少份，还剩多少。刚开始有人不习惯，说吃个饭看这么多字干啥？你可以不看，但账贴在这，谁想看都能看。慢慢的，工人们开始围着黑板看账目。今天白菜便宜了，怪不得菜量多。许师傅，昨天汤剩多了，今天少做点，别浪费。我这才发现，只要把账摆出来，工人不是来找茬的，他们也会替食堂着想，帮着一起过日子。陆成远偶尔来食堂，不再装穷，也不摆厂长儿子的架子，有时候端着饭盒排队，有时候帮我整理工人意见。许师傅，你现在不像掌勺师傅了。我问，像什么？他说，像管3000人饭碗的人。我笑了笑，少给我戴高帽，我最怕明天菜不够。他也跟着笑，可眼神里却十分认真。白河乡每隔2天就往厂里送一次菜，我们当场过秤，当场给钱，村民拿钱痛快，菜也越来越好。以前后厨混日子的师傅，现在也不敢再偷懒。工人监督小组随时进后厨，灶台脏了记下来，菜没洗干净指出来，剩菜处理不清也要问。有人嫌监督麻烦，我直接说，嫌烦就别吃这碗饭。食堂是给工人做饭的，不是给谁养老的。1个月后，市里正式下发了通知，青柳服装厂食堂成为后勤改革试点，厂里放了鞭炮，食堂门口也挂上了红布。工人排队吃饭时打趣我，许副主任，现在你出名了，出名不能当菜吃，饭还得一勺一勺打。我以为日子能稳一阵，傍晚陆厂长就叫我去办公室，他递给我一张通知，市里10几家单位要来参观学习，还点名让我到现场讲改革的经验。我拿着通知，手心不由得一阵阵发紧。厂长，我会炒菜，不会讲大道理。陆厂长看着我，那就讲你会的。我低头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，第一次觉得这是比端大锅还难。参观团来的那天，我站在台上半天憋不出漂亮话。食堂大厅摆了20多张椅子，坐满了前来参观的人。市里来的干部坐前排，别的厂后勤负责人坐中间，还有几个年轻干事拿着本子，等着记改革经验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手里捏着一张稿纸，稿纸是丁福海帮我写的，
上面写着完善制度、降低成本、提高服务水平，全是些冠冕堂皇的话。我看了2行就舌头打结。下面有人小声笑，还有人低声说：“许副主任这是紧张了。”我把稿纸折起来，轻轻放到了桌上。各位，我没什么大道理可讲，食堂好不好，关键看工人剩不剩饭。台下又有人笑。戴眼镜的后勤主任靠着椅背：“许师傅，这话也太简单了吧？饭本来就是简单事，搞复杂了工人就吃不好。”我不在站台上硬讲，直接带他们去后厨参观。先看采购区，小满拿着账本站的笔直，他把当天的菜一筐筐掀开，白菜、萝卜、豆腐、鸡蛋，每筐上都有小牌子，从哪里来，多少斤，多少钱，谁过秤，谁签字。我们收货必须2个人在场，一人看秤，一人记账，少1斤不入库。烂菜当场挑出来。戴眼镜的主任问：“你们不怕农民不高兴？我们当面挑，当面算钱，不背后扣账，人家反而放心。”我差点笑出来，这丫头已经能顶事了。接着参观称重环节，赵铁柱把1筐萝卜放上秤，指针稳稳停住，他开口报数42斤半。旁边的工人监督员看一眼，也报42斤半，两边核对无误，一起在单据上签字。这个法子不复杂，但管用，就是不让1筐菜瓶嘴就进后厨。然后我带他们参观灶台，几个师傅正在切菜，生熟分开，刀板分开。水池边也有人盯着，工会王大姐拿着小本子认真记录。我们不是天天挑刺，就是随机看看工人吃进嘴里的东西，半分都不能糊弄。参观团的人渐渐不笑了，认真看黑板菜单和成本。你们把成本贴出来，不怕工人嫌贵，以前不贴，工人才会背地里骂，现在贴出来，贵在哪里，便宜在哪里，大家都明白。今天鸡蛋贵，蛋汤就少做一点，白菜便宜，菜量就给的足一些。工人不是不讲理，你不骗他，他就能体谅你。快中午时，我停下讲解，让大家坐到食堂餐桌边，讲半天道理，不如亲自吃一顿。今天就吃普通职工餐，土豆烧肉、青菜豆腐、紫菜蛋汤，每人1份，不单做小灶，跟工人吃的一模一样。参观团也吃普通职工餐，你们来学食堂就得吃工人吃的饭。小满和帮厨们负责打饭，我亲自站在窗口，一勺土豆烧肉下去，肉块和土豆分量都足，青菜豆腐清清爽爽，蛋汤冒着热气。刚才端着架子的人吃着吃着都安静了。许副主任，我服了，我们单位食堂要是也能这样，工人得少骂一半。不难学，难的是愿不愿意把工人饭当回事。食堂没什么神仙办法，就4个字，别糊弄人。参观结束后，很多单位开始学清流厂的模式，白河乡一下忙了起来。老支书跑来找我：“许师傅，咱们村的菜不够了，这么多单位都要，我们实在供不上了。”别急，找周边几个村一起做就行，价钱统一写清楚，谁家菜好谁家就多供，不能因为要的人多就乱涨价，也不能掺烂菜。这话实在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清流厂的工人也悄悄变了，风气好了很多。以前吃饭骂骂咧咧，饭盒一摔就走人，现在吃完会顺手把桌子擦干净再走。新工人不知道排队，老工人会主动提醒：“别急，许师傅说了，人人都能吃上饭。”有人剩饭，旁边人会说打多少吃多少，别糟蹋粮食。我站在窗口看着这些细微的变化，忽然觉得食堂不只是做饭的地方，一口热乎饭也能把人心一点点捂热。那天下午，陆成远来到食堂后门找我，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我来跟你说一声，我要走了。我手里的菜筐顿住，去哪？上海。我爸准备送我去学企业管理，清流厂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改革。我看着他，一时之间没接话。许师傅，别这样，我只是去学东西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以后还会再见的。我把菜筐放下，那走之前来食堂吃顿饭，一定。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灶台上的火还在烧，热气往上飘。有人会走，可这口锅还得有人守着。陆成远离开的那天，只来食堂吃了一顿饭，没有欢送会，没有大红花，也没人敲锣打鼓。他穿着干净工装，背着一个就帆布包，包的边角都磨白了，跟刚进厂那天差不多。要不是知道他去上海读书，还以为他去换班。中午饭点刚过，食堂里人少了些，窗口前只剩下零零散散几个人。许师傅，今天要1份红烧肉，你今天舍得吃肉了，要走了，总得吃顿好的再走。我给他打了一勺红烧肉，肉盖在米饭上，汤汁往下渗，红亮亮的油光一层层铺开。我又给他加了一勺清炒青菜，这算不算特殊照顾？你买了票，这就是正常分量，正常分量也挺多的。以前是你不敢吃，不是饭菜少。他笑了笑，没反驳，端着饭盒走到一边。我们坐到食堂角落，就是他第一次吃那2块肉的位置。那张桌子旧了些，桌角还有饭盒磕出的小坑。那时候他低着头，连肉都不敢先动筷子。现在他坐在我对面，整个人松快了不少，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，终于松了下来。第一次吃你给的肉，我真的很意外。意外什么？我在车间待了快2个月，很多人看见我吃的少，也就只是看一眼。有人还说年轻人吃少点没坏处，没人多问。我以为厂里已经没人愿意多管闲事了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就是看不得人饿着。正因为这样，才更难得。我拿筷子敲了敲饭盒边，别把我说的那么好。我要是知道你是厂长儿子，肯定不敢乱打肉。那我还得谢谢自己没说身份。我也跟着笑了，笑完心里却有点空落落的。食堂里蒸汽还在冒，
窗口那边有人喊添汤，后厨有人剁菜，咚咚咚一下下落在案板上。这些声音平常听着烦，今天却觉得格外踏实。陆程远吃得很慢，细细嚼着每一口饭，他把红烧肉吃完，青菜也吃得干干净净，最后连汤汁都拌进饭里，一点都没剩下。去上海别只顾读书，饭也要好好吃。知道了，你这话跟我爸说的一样，像你爸也没错，人活着哪能不吃饭？书读得再高，饿着肚子也没力气做事。我会记着的。你放心。他从帆布包里摸出一个封皮皱巴巴的小本子，轻轻推到我面前。这是什么？这几个月我记的东西，有食堂改革的账，有白河乡公菜的数量，有工人的意见，还有我自己想的一些办法。我翻开看，字写的密密麻麻，有些地方还画了圈。许师傅，我走以后，这些也许能用上。我把本子合上，你倒是把活都留给我了。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好。我没接话，有些话说重了，就像锅里的盐，多放一点，整锅菜就咸了。临走前，他站起来，朝我认真鞠了一躬。我皱起眉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替当初只敢吃白饭的陆程远，谢谢你；也替以后能吃上好饭的工人，谢谢你。我摆着手，别说这些虚头巴脑的，不是虚的，清流厂这口锅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说完，他背着帆布包，转身就走了。我站在食堂门口，看着他穿过厂区的路，风从厂房那边吹过来，吹起他工装的衣角。陆厂长的车停在办公楼前面，陆程远上车前，回头往食堂这边看了一眼，我抬手挥了挥，他也抬了抬手回应。车开走后，食堂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，水池边有人洗菜，灶台边有人炒菜，窗口前有人排队，蒸笼里的馒头一屉屉往外搬，少了一个人，锅还是要照常烧，只是接下来几天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以前遇到难事，陆程远总能在旁递一句话，他说话不多，可一句总能点在关键的坎上。现在所有事都得我自己拿主意了。白河乡菜量不够，我就去谈周边的村子。一开始没人信，有个村支书端着茶缸看我，一个食堂师傅能定这么大的事？厂里大事我定不了，但工人吃什么菜我能管，菜钱能不能按时结清？我把账本打开，一条条指给他看，哪天送菜，多少斤，几分钱一斤，什么时候结，每一笔都写得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你这账倒比供销社的还清楚，菜进了工人肚子，账就半分不能糊涂。那天我从村里回来，鞋底沾满了泥，小满端来温水给我洗手，他问徐姐谈成了吗？我看着他，开口说道，成了一半。小满愣住，开口问什么叫成了一半。我说人家先送3天的菜，3天没出问题再签长约。小满又问那要是他们耍赖怎么办？我说所以这3天你要把好关，烂叶子不要，压秤水不要，短斤少两的也一概不要。他立刻点头应下，说自己记住了。别的单位来学制度，我自己去会议室讲。他们坐在会议室里，手里拿着本子，一开口就问，你们靠什么把食堂成本降下来的？我说先别问成本，先问饭菜有没有进工人嘴里。食堂这地方说再多漂亮话都没用，菜少一勺工人看得见，油少一层工人尝得出，账上写的再漂亮，锅里没东西，全都是假的。那天讲完，有个老食堂主任拉住了我，他说你们厂能改，是因为上面有人撑腰，我们那边上面一句话，下面10个人送礼。我看着他说，那就先把秤摆出来让大家都看见。人心不是一天变坏的，也不是一天就能变好的。有食堂师傅嫌监督太严，说以前烧菜只管味道，现在连1斤肉切几块都要记，实在太麻烦。我自己开会处理这事，站在后厨门口，面前是一排围着围裙的师傅，有老的也有新的，有人低头不语，有人脸上带着不服气。我说规矩不是防外人的，是先防咱们自己的手。锅在面前，勺在手里，想多舀少舀谁都看不见，可工人嘴里能尝出来，心里也能感觉到。1个月2个月大家不说，时间长了人心就凉了。有个老师傅嘀咕，以前不也都这么过来了？我看着他，以前有人饿着也忍了，现在不能再忍。他低下头，不再说话了。有人背后说我现在像领导，不像个厨师。我听见了也不生气，只说我就是个厨师，只不过手里的锅大了点，操心的事也多了。小满成长得很快，能独立记账，也敢跟供货对账。刚开始他写账还会把斤和两给写错，我把错账本放他面前，账错一笔锅里就少1勺菜。他脸涨得通红，说徐姐我改，以后一定注意。后来他的账本越写越清楚，一笔一笔明明白白，菜进多少损耗多少，卖出多少剩下多少，每一笔都干净的像洗过的白菜叶。一次有个村民把烂菜混在好来底下，小满当场挑出来，大叔咱们说好的好菜好价，烂菜我们不收，你今天这样下次就少收你家菜。那大叔脸红了，就几颗烂的掺进去不碍事。小满说你加几颗他加几颗，到锅里就是一盆，工人要是吃坏了肚子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大叔被问得没话说，低着头不吭声了。第二天他专门送来2筐新鲜菜赔不是，还多送了一把小葱，算是给食堂赔礼。小满没白要，全都按市价算了钱。他说规矩要硬，人情也不能占人家便宜。我听见这话，心里一下子热乎起来。赵铁柱也不只是搬货了，开始跟车压货。谁想在路上偷偷换筐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丁福海也变了，以前他怕得罪人说话留3分，现在有人托关系走后门供货，他直接挡回去。食堂采购全按规矩来，谁说情都没有用。有个老同事找他，想给侄子安排送豆腐的活，还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，这点忙总得帮吧。丁福海说认识多少年也得按规矩来。老同事脸沉下来，
你现在架子也变大了。丁福海沉默半天，最后开口说了心里话，以前我就是怕得罪人，才让食堂乱了这么多年。现在我怕的不是得罪你，是怕工人戳我脊梁骨。那老同事听完，黑着脸转身就走了。我开始带新学徒，一个17岁姑娘叫陈月，还有个18岁的男孩，名字叫李向东。他们刚来时打饭总手抖，不是多了就是少了。陈月怕被人骂，一有人催手就乱得不行。李向东力气大，一勺下去汤能洒半碗。我让他们站窗口看一整天，看工人怎么排队，看师傅怎么打饭，看工人端饭时的表情。陈月小声问徐姐，光看着有用吗？我说先看明白，打饭手可以快，但分量不能少。小学徒点点头，把话记在了心里。我接着说，谁都可以忙，但不能糊弄人。菜咸了要认，汤淡了要改，分量少了要补。人家问一句，不许甩脸子给人看。工人来食堂不是求咱们，是吃该吃的饭。李向东小声问，那要是有人故意找茬怎么办？我说有理讲理，没理就按规矩来，咱们不能先亏心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清流厂食堂彻底稳了下来，工人吃饭有了规矩，后厨也有了精气神。早上5点，灶火准时亮起来开始备菜，晚上8点，最后一锅汤卖完才撤下去。有人说食堂饭香了，有人说排队不吵了，还有人说现在端着碗吃饭，心里不堵了。我听着这些话，觉得比发奖金还舒坦。1年后，厂里决定办食堂改革周年宴，陆厂长说让全厂职工和家属都来热闹。这顿饭厂里出一部分，工会出一部分，食堂自己也省出一部分，不铺张但要热乎。我拿着菜单，坐在后厨的小桌子前，纸上列了一长串菜名。小满凑过来问徐姐，第一道菜咱们做什么好？我看着菜单，忽然想起最开始那2块红烧肉，那2块肉惹出一场骂声，也推开了改革的门。那时我只想着年轻人不能饿成那样，没想到一勺肉会搅动整个食堂的格局。我拿起笔，在第一行写下3个字：红烧肉。周年宴那天，食堂从早上起就热热闹闹的，天还没大亮，后厨的灯就已经全亮了，门口挂着红布，窗户擦得锃亮锃亮的，几口大锅一字排开，水汽白茫茫往上冒，像冬天清晨刚升起来的薄雾，朦朦胧胧。案板上摆满了肉，肥瘦相间，切得方方正正，青菜洗得翠绿鲜亮，萝卜削了皮堆成小山，豆腐泡在清水里，白白嫩嫩的发着亮。小满已经能独立掌勺，站在锅前，铁勺翻得很稳。锅里糖色一炒好，他立刻把肉块倒进去，刺啦一声响，肉香一下子就在后厨炸开了。赵铁柱带着采购队，一趟趟搬菜搬肉，一筐筐青菜送进来，一盆盆肉切好码齐。他肩上搭着毛巾，脸上汗流个不停。有人让他歇会儿，他说今天可不能歇，少搬一筐菜，晚上就可能少一桌菜。丁福海带着袖章在大厅里来回检查，地上有水赶紧拖，老人孩子安排坐这边，茶水放在那头，板凳不够就去仓库搬20条。他嗓子都喊哑了，可脸上一直带着笑。我站在灶台前，看着第一锅红烧肉慢慢收汁，肉是早上刚送来的，当场称重，当场签字，1斤1两都没少，全是新鲜的好肉。这次我亲眼看着肉下锅，看着糖色裹满每一块，看着酱油和葱姜慢慢熬出浓郁的香味。小满凑过来问徐姐，红烧肉好了没？我说再等等，好菜急不得，得慢慢炖。他笑了，说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老师傅了。我看他一眼，说你现在也像个掌勺师傅了。他脸一红，赶紧转身去看另一口锅。陈月在旁边摆碗，摆得太紧，我让他重来。他问徐姐，摆个碗也有这么多讲究吗？我说碗摆紧了，端的时候容易碰翻洒出来，饭没到工人手里，前面做的再好都不算完。他点点头，又把碗一个个拉开，距离摆好。李向东负责舀汤，拿着勺子试了好半天。我问他磨蹭什么，他说怕舀多了不够，又怕舀少了，显得食堂小气不像样。我说今天汤多，但规矩也不能破，一勺就是一勺，不够的该添再给添。他嗯了一声，握紧勺柄认真舀了起来。中午前，食堂大厅里摆满了长长的桌子，红烧肉、烧鸡块、清蒸鱼、炒青菜、豆腐汤、萝卜炖粉条、凉拌黄瓜、白菜粉丝，还有几盘孩子最爱吃的甜红薯。几十道菜齐齐摆开，热气一层层往上升。工人带着家属陆续来了，孩子趴在桌边看肉，眼睛圆溜溜的，盯着红烧肉挪不开视线。老人端着碗笑，说好多年没见过厂里这么热闹了。女工们换了干净衣裳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男工们也收拾得利索，今天袖口都干干净净。有人远远喊，许师傅，今天能不能多打1块肉？我回他，今天管够，但不许浪费。大家笑成一片。饭点一到，队伍排得长长的，没有人乱挤。老人孩子先打饭，再轮到车间的职工们。有个孩子够不着窗口，赵铁柱把他抱起来。孩子指着红烧肉，我要那块最大的。赵铁柱说，大的小的都好吃，不许挑花眼。孩子咯咯笑。陈月站在窗口，手还有点紧，我站在他旁边，我轻声说，别慌，饭勺拿稳。他点了点头。陆厂长走到我身边，兰香，你这1年做的比我想的还好。我说，我就是把饭做好了而已。陆厂长摇头，不止，你把人心也热起来了。我没接这句话，怕一接眼睛就热了。他看着大厅里吃饭的人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，程远来信了，说学校里忙，这次回不来。我说，我知道，读书要紧。陆厂长笑了笑，他说最想念食堂的红烧肉。我看着他说，等他回来，锅还在。宴席快结束时，邮递员骑车到了食堂门口，车铃叮铃一响，他手里拿着一封信。他开口问道，许兰香在不在？小满立刻喊，
徐姐，上海来的信。大厅里好几个人都转头看向了我，我擦了擦手，接过那封信，信封上是陆成远的字，比从前更稳了些。我拆开信，信不长，字字都很实在。他说在上海读书，学了很多新东西。他说那里的食堂很大，菜式也多，可总觉得少了一点烟火气。他说课堂上讲企业管理案例的时候，他讲了清流厂食堂改革的事。老师问他，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回答，不是制度，也不是采购办法，是一个人最开始没把别人饿肚子当小事。我看到这里，手停住了，眼眶有点发酸。食堂的笑声还在耳边，热气扑在脸上。小满凑过来问，徐姐，他写啥了？我把信折好，他说咱们饭做得好。小满撇撇嘴，肯定不止这些话。我没再说下去，有些话自己知道就行。这时窗口那边传来哐当一声响，新来的小学徒手一抖，打翻了一碗红烧肉，肉和汤洒了一地。小学徒脸一下白了，他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周围的气氛也跟着静了一下。我刚要过去，旁边的师傅先蹲下了。那师傅以前脾气挺急，换以前早骂人了，可今天他拿起抹布，慌什么？饭洒了能再盛，人不能饿着肚子，先把饭吃了再说。他把地擦干净，又重新打了一碗肉。师傅叮嘱，端稳点，下次手别抖。小学徒用力点头。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，忽然笑了。当年我多打的那2块肉，差点害我身败名裂。可1年后，这点善意没被流言淹死，它慢慢长成了食堂里的新规矩。宴席散去时，食堂里还留着热气，孩子们在门口跑来跑去，闹个不停。工人们主动留下来帮着收拾桌子，老人把没吃完的青菜打包带回了家。我看见一个女工把半块红烧肉夹给母亲，母亲推回去，你干活累，你自己吃。女工说，今天管够，咱们俩都吃。老人笑的眼角全是深深的皱纹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1年的泪都值了。小满站在锅台边问，徐姐，明年还做红烧肉吗？我说做，只要大家还爱吃，就一直做。赵铁柱在旁边笑，那我明年得多订点肉。傍晚时分，食堂慢慢安静下来，桌子擦得干净，长凳都落在墙边，灶堂里的火只剩下红红的炭。我一个人站在大锅前，锅里流着热汤。窗外是清流厂的厂房，远处车间亮着灯，机器声隐隐传来，一下一下像人的心跳。我拿起那把用了多年的铁勺，勺柄被磨得发亮，是无数顿饭磨出的光。我想起刚进食堂那年，只想安稳拿工资，把菜炒熟，把饭蒸好，就算过完一天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食堂这地方看着小，其实连着很多人平平常常的日子。有人吃饱了，下午才能站稳机台；有人喝上热汤，心里的委屈就能压下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透，我照旧来到食堂，灶台冷着，案板空着。可我知道，再过会儿这里又会热起来。我把围裙系紧，伸手拿起了铁勺，灶火轰的一声燃起来，暖光照亮后厨，新一天的饭又该开始做了。